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科技。上一期视频呢，我们已经把这个 iPhone 11 Pro Max 的硬盘和 CPU 重装过了啊。其实，在手工上面呢，跟上一代 Max 的机型啊，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将要尝试一下把这个11 Pro 改成11 Pro Max。由于以往的机型呢，比如说 6S 跟 6SP， 它们的套件是可以通用的啊。那我们在我们实际维修当中，会把 6S 的套件装到 6SP 上，然后把 6SP 呢这个套件呢装到 6S 上啊，这样都是可以用的。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去互换装呢？由于 6SP 跟 6S 的它们的外配啊，就是屏幕啊，然后这个尾插，包括一些排后的座子的大小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换套件的方式才能去给它做一个改版。自从7代以后呢就不行了啊，因为7代跟7P 或者8代跟8P 它们的展存呢，这个内存的大小是不同的，所以苹果呢在这上面呢做了一些限制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去搬版，也不能更改这个版本。由于这个11 Pro 跟11 Pro Max 的它们的展存呢大小是一样的，都是6GB，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它们的套件可不可以通用啊？那当我把这两个机型的主板都拆出来以后，我发现呢，它们两个主板的这些接口啊，包括位置啊，全部都是一样的。唯独呢，就是这个 CPU 边上啊，这边有一颗电阻啊，这个是小的 Pro， 它多一颗电阻。然后呢，这个大的呢，这边是没装的啊，没有出料的。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吗？它只有两颗焊点啊，只有两个焊点。没有出这个电阻，我们小的呢，它是有出这个电阻的啊，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在它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版。那么当我把这个大的屏幕哈，就是 Max 的屏幕扣在这个小的机型上的时候呢，它也是可以开机的，当然也是可以显示哈，但由于它的底层和它这个程序的文件呢，版本识别是不对啊，所以显出来呢是花屏的。那这上面这个屏幕呢就明显小一些，它可以显示出来，但是是花的哈。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来推测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两个差异的电阻呢，可能就是版本识别电阻。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东西呢，所以我拿了两张主板哈，一个是 6S， 一个是 6SP。那他们的这个版本识别电阻呢，也是跟这个一样的啊 ，6SP 多一颗，然后 6S 呢是少一颗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打开图纸让大家看得更详细一些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6S 的这个检测电阻在哪里啊？这个版本识别电阻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然后这边写了 BOARD 啊，这是一个。我们再打开 6SP 的，那么 6SP 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我们来看这边啊，也是同样的标识。我把这个电阻关掉，也是同样的标识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实物图，看主板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 6S 的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6个它呢是没有出料的啊，也就是它这个电阻是没有装的。我们再看 6SP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个是有哈。那这个地方多一个电阻，如果我们把它挑掉的话，那它不就是变成 6S 了吗？那现在呢，我就把这个电阻给它拿掉啊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直接把它抠掉吧。好 ，OK， 抠掉了啊。然后我装上外配，连上电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 6SP 的主板，6SP 的主板是不是变成 6S 了？好，我连一下电脑。这边已经变成 6S 了啊，这分明是一张 6SP 的版，对吧？当我们挑掉这个电阻以后呢，它就变成了 6S 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11 Pro 的版本识别电阻给它拿掉，看一下奇迹会不会发生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把机器激活哈，进到桌面才可以。如果不激活的话，等一下可能会激不活。由于它这边上有一点点胶呢，我先把它除一点啊，这样到时候会更好抠一点。轻轻的除一下，到这边，然后这里，好，还有一点点啊，这边。好，应该分离了哈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。差不多了吧。好，我们直接把它抠掉啊。
看一下怎么样。哦 ，OK， 掉了啊。好，我们调电阻以后呢，我们先连下机，它现在肯定是 DFU 模式的。好，它直接变成 iPhone 11 Pro Max 了啊。那由于呢，它改完底层以后，它需要刷机的啊，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先把它重新合成，然后刷个机，然后呢再给大家看序列号。那我们在刷机的时候，注意一定要点这个用爱思啊，不要用 iTunes。iTunes 这个时候 DFU 模式它不能保资料刷机啊，用爱思点这个保用户资料刷机。我们点开始。好，现在苹果亮起来了啊，我们放在这里让它刷，刷完呢我们再测试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已经刷过了啊，这是不用激活，直接打开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型号和序列号。好，我们可以看这里啊，它显示是 iPhone 11 Pro， 没有显示是 Max 的啊，但是机子呢现在已经变成 Max 了。我同时呢改了2个版哈，就是把小的11 Pro 改成大的了，把大的 Max 改成小的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功能正不正常。首先是相机啊 ，OK， 前置摄像头 ，OK 啊，然后呢，声音这一块应该也都是 OK 的 ，OK， 对吧？然后面容，好 OK， 好，面容也是可以的。那几乎呢，其他都差不多哈，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WiFi 呢也是可以的，啊，也是可以连啊，也是可以连。但是你要把它装回去呢，有一个问题啊，什么问题呢？那么我们把这个大的改成小的了以后呢，它这个听筒啊特别大，你看都压到这个屏幕这边上来了，肯定是盖不紧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需要重新做一点东西啊，就是把这个焊点给它焊下来。这个听筒是可以单独换。跟这个大的机型呢，给它换一下，就可以完美的融合了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面容了。小的放到大的上面还好啊，大的放到小的上面呢，就是这个地方线呢有一点不对哈，因为这个地方卡着了，这个线比较长，我们挪呢是挪不过去的。所以我现在暂时还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，把它这个线怎么样给它弄过去，因为这里被挡住了。但是大的呢是 OK 的啊，大的是刚好，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只要把这个听筒给它换一下。然后这个面容呢，我也扣上去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其他地方都刚好。那么这台改好的机子呢，我会给它用一段时间，然后拿跟它原生的这个机器去对比，好用一段时间，然后顺便呢给大家也做一个评测，看它改版之后到底在性能上或者是使用上面有没有区别啊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